of battle never extinguishes.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翻新变废的玛莎。首先，玛莎的被动去除一切以前的附加效果，改为剩下2条血时只消耗1半的血来放技能，剩1条血的时候放技能不消耗血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被围殴剩2条血时，可以等触发抵挡伤害，而且剩最后1条血的时候再来开1技能加速逃跑，效果会最好，因为不用消耗血量，而抵挡伤害的效果还是在的，就是玛莎的第3条血还是一样，当该条生命被打完的时候会触发1次，但是也只有1次。多次的伤害以及围殴式的攻击，更会让玛莎感受不到这个被动效果，就直接升天了。不过官方感受到玛莎的悲剧，现在在抵挡伤害的同时，也能解除被控制的状态了。所以在被控制很惨的时候，建议就是剩最后1条血的时候，再开1技能来逃命。然后我们1、2、3技能都是要消耗血量来放的，不过点高技能之后，可以减少一些血量的消耗。再来1技能按下去，自身会增加移动速度，并且可以获得2次的强化普攻，可以追人也可以逃跑。在攻击装出了些之后，打人会变得非常痛，而且连切坦克也行。然后特别说一下，按下去的瞬间是会重置普攻间隔的，因为技能上说明没血，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尤其是在战路的时候特别好用，其实是很多角色都可以用得到的。2技能指定方向发个坡，不能缓速敌人，也没有破甲，只能减少敌人的攻击速度。3技能大招指定英雄冲过去造成伤害，并造成缓速，每失去1条生命就会直接刷新重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个脑冲留人的技能。4技能天生技则是我们时不时要找怪来打，可以集气，最多可以存2条，按下去可以回自身1条血，并且有短暂的无敌效果，但是要拖战3秒后才能使用。不过3秒也挺短，大家看，这是上一期我玩薯片追杀玛莎的片段，可以利用天生技来防止敌人塔杀之类的。再来我们看出装，先出神速鞋，虽然最后1条血没有免疫控制了，不过神速鞋有缓速减免，还有拖战状态的加速，还是最好的选择。因为玛莎现在的技能组很烂，只能单抓后排或是落单的敌人，可能连头财都不行了，所以为了抓人绕路，神速鞋还是最佳的选择。再来第2件，我选择出鞋爪，我已经尝试过所有排行榜的出装，还是没有我这样出舒服。至少出了鞋爪后，可以放心的按技能，而不会动不动就只剩2条血，也才存得住被动的怒气条。第3个出海魂技，增加攻速，而且物理攻击也加得多，和我们技能的属性搭配起来，伤害会更好。而且现在的海魂技在我们血量低于敌方英雄的时候，还有增加额外伤害。然后再出七海八组，增加物理穿透，打人第1下会更痛。通常出到这里就能随便秒后排了。再出魔灵咆哮，连坦克都能秒。最后绿刀，如果敌方没坦，其实是可以不要出破甲枪，出无尽对决的。那我们大招撞下去会更痛。现在不再建议出防装，因为打人会变抓痒，而且玛莎没有什么控制，唯有攻击才能提供团队更好的贡献。千万不要相信版本的公告。灰技带刺客灰技，然后带灵巧，让我们脑锥的手感会更好一些。孤立无援再增加单抓时的伤害，电光石火增加撞人后让自己加速更好，一技能去秒人，还有前期兑现的能力。战场技能唯一推荐冲锋，我们现在是脑锥一哥。这边再放个开冲锋脑锥的片段，让大家欣赏一下。冲锋搭配一技能跑超级快的，然后就可以先发技能，在第3条血量快用完的时候再放大招，这样就可以连续冲撞敌人。再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，这场是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双排的。那这位朋友其实已经上我的影片很久了，他常常会担任我的队友，是我在 Mobile Legends 里面最信任也最有默契的朋友，也是我以前在打世界排行榜的时候的固定队友。不过我们现在比较没有时常一起玩了，因为我的时间都是清晨才有空。也顺便告诉大家，时间遇不到的话就不用加我游戏好友了，看一下影片的说明区，我有详细打在里面的。那这边开场我要先告诉大家一个悲惨的事实，我们玛莎是打不赢线上任何一位英雄的。
的，只能猥琐发育。不过在对线的部分也没有害怕什么天敌，开场我们就是认怂就对了，然后能打几下小兵野怪，我们就尽可能的多打几下集红条。大家看到我们的红条怒气是非常难以累积的，所以在开场的对线期，我们的血量就会显得非常珍贵。能不放技能就不要乱放，当然满的话可以稍微浪费一点是没有关系的。那刚才我肉身挡住河蟹，再用一技能抢到，我们就是浪费一下血量。我们放技能也是一样扣血量，总之就是看情况来花费自己的血量。这莫斯卡夫看我3条血也笨笨的觉得杀不死，懒得搞我。而且我有推荐大家带个电光石火来帮自己回血，那其实灰烬带不解怒火也可以帮玛莎回血的，而且 CD 更短，所以不解怒火也是很多人的选择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带电光石火，因为这点加速对玛莎来说我觉得是还不错的。不过光这一丁点的回血是完全不够玛莎的消耗的，而且大家现在看游戏都已经快要2分钟了，神龟快要出来了，我们也还集不到第一条的怒气，而且我这朋友还跑过来假支援真吃兵，但是我是经验路，所以我只要保证能够在2分10秒的这波兵线能够到达4级，然后参团打乌龟就可以了，所以给他抽一点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可能也有一些人会想说，玛莎怎么不去打野，不是很好集怒气吗？这么痛苦来经验路干嘛呢？但我必须跟大家说，开场时打野的红条就变成通通要拿来回血用了。再来玛莎的一技能也被改成只有敲2下，打野速度其实慢到不行，我觉得甚至比凡妮还慢，4级之前也没有办法抓人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当个农夫。我个人是没什么兴趣，还不如巴蒙迪亚斯，而且被反野也是直接再见了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在乌龟开战前，我们最好能够4级跟有3条血，见面就直接开大了，再被打几下或按个技能就变第2条血，也刷新大招就能再撞一下。莫斯卡夫直接被我撞成肉泥。这边看到娜娜，我又冲过去打他，但很可惜我回头的时候被他的大招给定住了，而且我现在只剩2条血，也没有怒气可以帮自己回了，所以我这边也只好直接撤退了。那虽然说我如果大招再撞向莫斯卡夫是有可能把他给收掉的，但是相对来说我撞向他把他收掉，我自己也会死掉。主要也是刚才我并没有100%的把握可以收掉莫斯卡夫，所以我还是选择了直接撤退，没有进去把他给换掉。好加在我们的迪亚斯趁着敌人刚才在打我的时候把乌龟给抢到手了，而且我们回家再出来还有一技能可以加速，回到线上的速度还算挺快的。但我这边回来看到3个敌人还挤在一块儿，我不想被围殴，只能先放弃了，毕竟被围殴就算是3条血也不够用的。我原本看维尔还在追，但是看小地图雷拉突然不见了一下下，那可能是雷拉拉开了距离或是用了瞬移。那上路的小兵已经很久没顾了，已经集了2台炮车，我就赶快一技能上来先写写自己的发财秘籍，而且现在我还有3条血，所以我看到有塔皮我就直接进来吃一吃了，这边我简直就是发财了，而且还可以顺便集我的怒气条。然后大家看到这边，我不一定要用一技能加速退场，我直接往后撤退给防御塔打一下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们按一技能往后跑，其实也会因为按了一技能血量一样就会扣到只剩下2条了，所以什么时候该放技能就变成现在玛莎最重视的事情了，和先前玩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虽然说之前按技能也是要扣血，但是从前其实是没有这么重要的。我只能说玛莎从前是一个无脑角，变成现在必须要动些头脑才能玩了。主要就是现在回血机制全没了，所以我就是推荐第一件大装，我们就直接把血爪给出来。那现在我的朋友想上来帮我抓人，我也是直接大招撞艾斯特斯，让凡克萨纳可以更容易命中敌人，因为我的大招可以帮他缓速敌人。但我这边误判了，我以为刚才有机会，所以我把我的冲锋给浪费掉了。不过我现在血爪出来了，所以待会在打野怪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更好的集怒气了。而且红条其实是不能随便用掉的，因为现在的红条不仅是代表可以回一条血，更是代表着可以冲撞一次大招。然后这边也因为我有先出了血爪，所以我偶尔可以用下我的一技能来消耗一下血量，靠着我们的血爪就可以把我的血给回上来了。虽然说我们先出血爪会对前期敌人的伤害力会比较少一些，不过对于后续的赚钱速度跟续战力是帮助非常大的。而且假设我没有出血爪的话，我肉身扛着这3只小兵，然后打完他们，我大概就只剩2条血了。而且唯有3条血又有大招的玛莎，
莎才是最恐怖的。这样状态的玛莎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去塔杀敌人，而且最好是能够让自己随时保持在有2条怒气加上3条血的状态。只要血爪一出，我们就很容易完成这个条件。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脑冲、塔杀等等行为之后，还能有及时的续战力，就不一定要回家补血了。这边我们看一下这可怜的莫斯卡夫，我们就是在第3条血的时候就直接开大招，血量还够开1技能的话，就先开1技能再大招。一进入第2条血，刷新大招就再撞，1技能回好就再开，千万不要在大招撞之前就1技能让自己只剩2条血才开大招，那就浪费掉了。还有就是防御塔在打我们的时候，也不要急着开1技能加速，尤其是在技能一按就会扣到下一条血的时候，那就千万不要按技能，给被动的免疫去扛伤害，进入下一条血的时候再开1技能来加速。有没有光看我脑冲塔杀个莫斯卡夫就可以讲那么久啊？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杀完莫斯卡夫，要不是我这一场的队友这么给力，都在敌人的塔前了，我肯定是会直接按回城，留着我的怒气，等到下一次团战再来使用的。否则的话，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打怪才能集回来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拿怒气来回血，对于战局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。像我刚才就是判断了已经没我的事情了，我肯定有很多时间来刷野怪打小兵，所以我用掉红条，省下回城走到外面的时间来赚更多的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看到这边，我确实已经把怒气给集满了，这样我们在大型会战的时候才能有续战力，旁边稍微躲一下子就能再次出击。那现在我看到我的队友凡克莎娜过来了，那我这边稍微勾引一下，可是我不能太靠前面，不然我怕凡克莎娜的技能中不了。我看他技能打中了，我就直接大招撞过去收掉莫斯卡夫，要再撞奶爸，可是他瞬移闪走，害我撞成巴蒙，没关系，冲锋打开再加1技能跑超快，艾斯特斯基本无解的。那这边我没冲锋，肯定追不上巴蒙了，所以直接存着怒气回城。不过这边说个另一个可能性，也甚至可以故意被打掉血条，让大招重置，然后用天生技回满，我们就又可以再脑冲了。好，那现在因为这场实在是太顺风了，我的队友全部都浪了起来，那我这边就是上路没人带线，我来稍微带线，然后我们再来汇合一下，看是要集合压塔还是要打领主都可以。不过这场的话，我们是其实没有坦克的，所以说这场我们想要快速拿下的话，一定是推兵线，然后拿领主，我们就可以光依靠兵线轻易的就能打上高地了。而且敌方已经死了2个英雄了，我希望我们家的打野跟射手赶快去开领主哦。不过他们也包过来了，完全没有想要打的意思不过艾斯特是走过来，并且被我们的风法吹到，我也是直接大招就把人头给抢下来了。但是这边的话，其实我怒气是满的，应该故意去掉条血来重置我的大招才对，否则我在这30几秒内就没有大招可以撞人了。这是我在后来看看录制解说给大家的时候才意识到，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。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的凡克莎娜被抓了，我走过来我就可以更好的能够救到他，而且也能够把雷拉给收掉了，不会像现在我追不到雷拉这种情况。虽然说就结果而论，他还是被我的队友给收掉了，不过他已经多活了好几秒钟了。如果是想要专精玛莎的朋友，一定要抓住这点精髓，而且越高分段对于秒数节省的要求就越高了。那这边我看到娜娜在上路带线，我想要过去抓一下，看他是不是要在上路带线，还是看到他这边回城了，我直接大招撞过去，就算被变成猫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被动只要掉血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解除控制了。我这边是连冲锋跟第2次的大招都没有开，就直接把娜娜给收了。然后现在这边我是看到巴蒙在我们家下路在那边推了，所以我也不用我的怒气来回血了，我直接回城回，存着怒气，然后我们直接来找这个巴蒙。像这种离他们自家太远的敌人，除了凡尼跟林，应该都是逃不了玛莎的追击的。而且这场我是个经验路带冲锋的玛莎，我看他跑那么快，我就很不爽，直接开了大招，直接撞了贴着打，还帮我回大招再撞，直接洗了个 godlike。不过这边感觉上游戏就是要结束了，所以我这边也不存怒气了，直接帮自己回血，然后赶到战场。没有任何一个英雄可以扛下玛莎一整套技能的啊，不是有啦，卡琳娜，忘了跟大家说明，其实这一场我有 ban 卡琳娜的，其他英雄都是很难逃离玛莎脑追的魔爪的。
那玛莎大概就是这样了，也没什么天敌，但是对线也打不赢任何一个英雄，打野也不强势，要弄到至少4级才有用，就看大家自己喜不喜欢啦。我个人是没有非常喜欢就是了，但不得不说，我们在中后期的脑追还是有点爽度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呢，我是小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喽。